Hello，大家，看见爱第2集，带着我们第1集的所有疑问，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吧。究竟少鹏能不能顺利找到工作，还有杨子祥的工作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？Yes， 终于来了。他们很高科技哦，他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放客人进来了。Oh my god！ 啊！什么东西？哦，食物啊，臭豆腐。Welcome to my。不是应该要先说对不起吗？是不是你？这部剧真的是所有的俗套的桥段都被他用上了。我脸上没有吧？他听不到。反应好快哟，少鹏。不过我觉得少鹏这不太对，就是他没有先解释听不到这件事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应该佛人就会先解释说他听不到了。终于了吗？哎，这就是所谓大俗即大雅，是吧？我另外一间浴室借你。等一下，帮我拿衣服。喂。听不到。干嘛声音大气？他拿衣服还故意装没听到。干嘛要那边吐血啊？俗骨，受不了。Oh my god， 好惨哦！结果你还是自己把一切都处理好了。过来。你看我在练哦，深藏不露。干嘛不早说？我的衣服顺便帮忙。操作拐杖操作得很顺手哦。顺便一下啦，是洗衣机洗，又不是你手洗。因为他现在脚的关系，所以跌到他怀里变成是非常合理的事情。听不见，我听不见。哦，结果他还是买吃的给他了。你让谁进门？你不帮我做饭，生气跑出去，我只能自己就去叫外送啊。原来他上一集最后面请求他帮忙做的事情是帮忙准备食物。叫外送还让人进门，你是不是忘记我们为什么住在这里？当然记得啊，莫名其妙被人追着打嘛。听说这里土地开发案常有黑道介入，围标、抢标，甚至杀人放火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们会牵扯到。哦，难怪。所以少鹏这个关上浴室后慌张的表情，是因为看到了“黑道”2个字，根本不是什么羞涩。放心，他听不见，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就说他听不见还不信。Jonathan 的反应也是还蛮敏捷的哈，就这样顺手测试一下，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听不到。虽然受伤，还是很认真工作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协助他谈成这笔生意。辛苦了，跟我爸说谎不容易啊。你这样怎么让董事长放心，把恒丰集团交给你？谁要谁拿去，反正我也不想要。知道大家私底下怎么说你吗？废二代。是啊，我真的很废。原来他是不想要接班，所以刻意摆烂啊。干脆从现在开始，梁子祥让你当，我就在这里休息2、3年。你还可以再废一点吗Jonathan，我口渴，想喝水，帮我拿水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不是在厨房？我觉得他就是想跟 Jonathan 撒娇了。哦，他的手机是会没有铃声，会震动，会闪光。就知道你来得及，真是。他们2个什么关系呀？你要去面试哦？没有耽误你的时间吧？
等你的好消息。这么碰巧啊，没看到。男朋友来找你啊？相关部门的主管已经在会议室恭候二位大家。你笑起来很好看，应该多笑的。所以为什么他们两个跟这个宋书和这么的不合啊？就是你笔试整体很好，但就可能只是耳朵听不到，比较有一点。这么凑巧？哎，哦，等一下，张先生，哎，你在急，不知道赶什么时间。找工作。Deaf can do everything except hearing。哎呦，这句话听得心好痛。反正台湾没多少人认识我啊，你代替我当杨子祥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苏尔那边也保密。哇，他会帮助其他的同样是弱势的朋友，这么刚好。喂，哥，要注意身体哦。工程开发的案子进行怎么样？哦，那不是上次那只露一个背影的反派吗？原来是他哥哥啊！过几天要去看竞标的土地，确认规划细节。做过。是啊，我从小就不爱念书，只想玩，家里的事还是要交给你才行。哦，那就找个时机做点事，就像当年把我推到海里那样。哦，两个兄弟还有心结啊！哥哥很恨他，然后弟弟感觉一直在委曲求全，一直在他面前示弱，所以他也不是那种单纯想耍废的，而是因为家里有哥哥，他顾忌哥哥，所以一直在建立他废物的形象。有人按电铃，去开门。嗨，忘记带了。阿姨，我形象哎，还想不想结婚呢？我这是真情流露哎，如果真的没有人哦，我还有少鹏啊。还会跟他解释他们聊了什么。所以我跟他说，如果我嫁不出去，我就嫁给你。所以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也不是亲戚。靠腰。什么？哇，不得了啊！这么好的员工，真的就没有一个适合他的工作吗？哦，你们两个还是这样子，可以关上门一起共处一室的关系哦。你真的不考虑当我的助理吗？当照顾人很累。啊，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坚持啦，不然其实很多人后来的工作也都不是自己学的东西。看起来能力不错，可惜跟了一个啃老的废二代。背手，看人这么准，看着那个废二代这样打瞌睡，就忍不住感叹：这世界你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父母是谁。我觉得这个杨树和可能也会改变这个观念，后面可能也会有他的成长线。啃老吧，阿特做事。还是少鹏他未来的老公了解他呀？哇塞！哦，树和你也是很拼哦，但少鹏你比他更拼啊！好温柔哦，还怕吵醒他呢哦，也不敢把被子抽出来，果然很适合做长照。明明自己听不见，还怕吵醒别人，所以他平常都睡哪？好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先出门了，拜拜。慢一点，不要那么急，急急躁躁的，真的是总经理特助哦。啊！他居然是总经理特助，又忘了带钥匙是不是？一定又是忘记带东西了。嗯，所以不是书和，是特别的人。突然来一个 slogan。哎呀！Good morning。
一大早就来找他，而且他们刚刚来的时候没有跟杨叔的巧遇。话说杨子祥这也是很积极主动哦，看上他就直接杀到他家来找他。这第1、2集是不是应该要连着看才对啊？总算是把第1集没交代的事情都给补上了。为什么会有黑道追杀他？因为当地的土地开发案很多黑恶势力的介入。又为什么这么重要、这么危险的工作，却交给杨子祥这个看起来不是很有能力的人？因为可能在美国那边，就是杨子祥他自己主动请缨要来到台湾，目的是为了避开哥哥的锋芒。而杨子祥可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废二代，只是因为哥哥还仇恨着他，他一直在委曲求全，所以故作一副很废的样子，想要在哥哥面前示弱，展示说我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威胁。以及江少鹏在上一集结尾去到杨子祥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原来食物外送，虽然还是让人觉得很扯，但好像也没有什么逻辑不合理的地方哈。就这样子一环扣一环，让那些偶像剧的经典套路都给重现出来了。所以咯，到目前为止看完了2集，我也就决定先不多做评价了。毕竟就这2集的经验来说，后面的故事如何，可能不见得是我们目前想的那个样子的。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这集就看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